最近，土耳其海军在火力军朋友圈刷屏了，直接一次性接收4艘新型舰船，其中还包括一艘护卫舰，也就是伊斯坦布尔号。这是土耳其首艘国产护卫舰，另外还有2艘补给舰，1艘水面舰艇。这一套操作下来，土耳其算是证明了自己。而在当前的黑海，土耳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黑海之王。那么问题来了，土耳其国产的伊斯坦布尔号性能如何？其海军实力又有多强呢？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也就是 TF100， 起源于土耳其上世纪末的 MLLGEM 计划。这个时候，土耳其就已经想开发自己的本土军舰和军舰制造业，目的是建造一个由12艘军舰组成的家族，包含3个型号，每个型号计划建造4艘。第一个型号就是阿达级，也就是岛级反潜巡逻舰。第二个型号就是这期视频的主角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也被称为 TF100 型。最后一个型号为 TF2000 型，一种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大型舰船。为了保证计划平稳过渡，这3种型号都具有高度的通用性，所以伊斯坦布尔级也可以说是阿达级的放大版，排水量达到了3000吨。不过其整体设计比阿达级护卫舰简洁，采用了欧洲护卫舰流行的一体化集成桅杆，雷达和通信设备都塞在桅杆内，隐身能力比较好。不过作为后来者，土耳其与英法德等传统欧洲强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当然了，伊斯坦布尔级只要比阿达级更强就行。事实上，土耳其也的确做到了，其当前的海军实力已经可以说是新黑海之王。在2023年的时候，美国知名军事网站世界现代军事战舰名录，也就是 WDMMW， 给全球海军排了一个名次。第一位自然是雷打不动的美国，第10名就是土耳其，在北约内部仅次于英美。等到土耳其国产舰艇计划彻底完成，赶超英国不是梦。作为 MLLGEM 计划的第2款军舰，伊斯坦布尔级护卫舰的性能也相当不错。与阿达级护卫舰相比，伊斯坦布尔级的燃油容量与作战航程增加了 50% 左右，同时武器配备也远超阿达级。在设计时，伊斯坦布尔号配备2套8单元 MK41 垂发，可以发射以 SSM 改进型海麻雀或者标准2。不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伊斯坦布尔级没有配置，最后还是决定采用国产 MID-LAS 航空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并拥有1坑4弹装填方式，可以发射土耳其国产的 HISAR 防空导弹系统。HISAR 的外形有点像德国的 IRIS-T SLM，这种系统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5公里，伊斯坦布尔级可以携带64枚该型导弹。除了防空能力，伊斯坦布尔号还配备了4组4连装反舰导弹发射器，可以装填16枚土耳其自研的阿特马卡反舰导弹。除此之外，该舰还配备有一门自制的35毫米 GOKD ENIZ 双管近防炮系统，2座324毫米双联装鱼雷发射装置，可发射 MK46 Mod 5或者 MK54 轻型鱼雷。舰上还设有机库，可容纳1架10吨级直升机，执行反潜反舰任务。水声对抗系统也是伊斯坦布尔号的特点，在舰体中部烟囱2侧各有1套8管发射装置，类似于干扰箔条发射系统，可以远距离发现来袭的鱼雷，然后根据系统控中的声学信息对鱼雷进行分类识别，并自动结算推荐最合适的机动策略来避开敌方鱼雷，同时通知操作人员操作干扰弹发射装置发射 ZOKA 声学诱饵弹。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土耳其军工企业的消息，伊斯坦布尔号的国产化率达到了 80%， 是土耳其目前国产化率最高的舰艇。就比如在电子系统方面，伊斯坦布尔号并没有沿用阿达级的 SmartS MK2， 而是选择了土耳其本土开发的 CENKS。 而且土耳其原本计划建造4艘伊斯坦布尔级，但是现在有望达成8艘。可以预见的是，在 TF2000 服役之前，伊斯坦布尔级就是土耳其海军的主力舰。要说问题的话，那就是耗时有点长。2014年的时候，伊斯坦布尔级的建造计划就已经正式启动，由土耳其国防公司在伊斯坦布尔海军造船厂负责建造。原本计划2021年正式加入土耳其海军服役，但是由于疫情延期，直到现在土耳其海军才正式接收。除此之外，土耳其这次接收的舰船还包括2艘补给舰，分别是海洋号和艾奇梅克号。
目前海洋号就是土耳其海军吨位第2大的舰艇，仅次于阿纳多卢号，排水量达到了 2.6 万吨，可以装载1万吨燃油、750吨淡水和270立方米货物。剩下的那艘无人水面艇则是马林号，配备了一座 12.7 毫米机枪遥控武器站以及电子战设备。土耳其国防部宣称，马林号是世界上第一艘具备全面电子战能力的水面无人舰艇，但到底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火力军就暂且相信一下。这4艘新舰艇服役之后，也算是证明了土耳其海军发展的成果。当然，土耳其目标远不止于此。伊斯坦布尔级项目完成后，就是 TF2000 型防空护卫舰了。这一新型护卫舰的吨位和配置比伊斯坦布尔级更强，相当于欧洲国家的通用驱逐舰。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土耳其海军的实力很强，可以称其为新黑海之王。作为一个3面环海的国家，土耳其的海岸线长达7200公里。除了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任务之外，土耳其海军最大的假想敌就是希腊海军。毕竟希腊的领海线都划到土耳其家门口了，加上二者的恩怨情仇，发展海军很有必要。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土耳其就找美德买了多艘军舰，目前依旧是土耳其海军的主力。而且土耳其一直都在重温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旧梦，对海军的投入很大。其拥有31艘大型主力舰艇，包括1艘轻型航母、21艘护卫舰、13艘常规潜艇、7艘大型辅助作战舰艇，舰艇总吨位超过19万吨，主力作战舰艇吨位超过13万吨。在中东地区，土耳其海军的实力已经是顶尖了。唯一的问题就是舰龄太大，土耳其海军虽然舰船不少，但大多都是70、80年代的老船了。这些老旧的舰艇存在性能上的局限，无法应对现代化的海空战局。就比如佩里级与 MEKO-200。20世纪末，土耳其从美国购买了8艘退役的佩里级护卫舰，在土耳其这边被称为加赞蒂普级。同时，土耳其还从德国购买了 MEKO-200 护卫舰，其中4艘是较早的那一批，也就是亚维兹级。巴拉巴罗斯级则是土耳其购买的第2批 MEKO-200。当然，买的时候土耳其就对其进行了升级，比如佩里级，土耳其加装了法国的 Smart-2 Mk2 雷达，并在 Mk13 前面装上了一组 Mk41，用于发射 ESSM。这样佩里级就有了72枚防空导弹，顺便也解决了发射速率的问题。巴拉巴罗斯级也是如此，换了雷达，也是法国的 Smart-2 Mk2，对动力也进行了升级，同时将倾斜式的海麻雀发射架换成了垂发，备弹大幅增加，发射速率也大幅增加。除了这些，土耳其还有6艘波拉克级轻型护卫舰，年龄就更大了，属于法国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服役的多尔韦司令官级。土耳其在21世纪初采购的，估计很快就会被国产护卫舰取代。对于这些老旧的军舰，土耳其自然是不满意的，所以自21世纪以来就开始研究国产舰艇发展计划，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战果。目前，土耳其的阿纳多卢号已经正式入列，并且接收了伊斯坦布尔号。等到2027年，还会有6艘214 TN 级潜艇。火力军估计，到2030年之后，土耳其海军就会拥有一支轻型航母战斗群，以轻型航母为核心 ，TF2000 充当防空节点，伊斯坦布尔级负责反潜反舰作战，214 TN 型潜艇则专注水下作战。虽然这支航母舰队不会像其他国家的航母特混战斗群那样制空制海能力很强，却能够赋予土耳其海军较强的两栖作战能力，称其为黑海之王并不过分。值得一提的是，就算是现在，土耳其的实力也可以说是黑海之王。黑海舰队被乌军无人艇打成残废之后，土耳其海军在黑海地区明显占据了上风。单论水面舰艇，就算是乌俄战争之前，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也不如土耳其海军船多势众。这也没办法，现代化军舰不多，俄罗斯整个海军的几大舰队都有类似的情况。而且单论海战的话，土耳其占尽地利，进可攻，退可守，完全可以把黑海舰队堵成港底墩。总的来说，土耳其的综合国力并不差，国土不小，人口不少，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工业基础，又扼守黑海和地中海的交通要道，军事实力很强。随着俄罗斯黑海舰队主力舰艇的损失，黑海地区的头把交椅已经到了土耳其海军的手里。同时，经过 MILGM 计划，土耳其海军的军舰也将迎来大换血，称其为黑海之王也是名副其实。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土耳其海军实力能赶超英国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